嗨，我是君宁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。想写好字吗？想写出好看的字吗？这集影片要教你好用的写字漂亮技巧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收藏影片，建立自己的硬笔学习资料库哦。这一集我们要教大家一个写字原则，听好咯，左有竖，右有横，竖写长。白话一点解释，就是当左侧有竖画，而右侧配上一笔横方向的笔画时，我的竖画要写长，左侧的笔画会自然而然的上升，于是形成像下方这样子的空间。如果竖画不延伸，我们现在把竖画遮掉，大家会看到这个时候字体会有一种呆板笨重的感觉，所以拉长竖画，让竖画成为主笔，可以帮助我们的字形更具有美感。接着我们把这样子的原则应用在书写上哦。我们来写往这个字，往这个字第一笔的撇画下笔之后，第二笔的撇画稍微起笔的方向偏左侧一点，第三笔的竖画呢再更偏左侧一点写竖画。竖画这个时候请刻意的拉长，另外等一下我们要配上的是横方向的笔画哦。接着点画的部分我们做一个方向上的变化，让它稍微比较活泼一点。接下来会有3笔的横画要等距安排，首先第一笔的横画略微上扬，第二笔的横画写好之后，这一笔的竖画要对齐点画下方下笔。接着我们写横画，慢慢压回。好，我们来观察一下往这个字在下方自然形成了一个空间感，这边也做出了主笔的概念哦。现在画面上有2个网，来考考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左侧的网跟右侧的网，哪一个网在均间架构上做得比较好呢？你心中有答案了吗？我来公布一下答案。右侧的网在均间架构上拿捏的比较恰当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左侧网的赤部，这个赤部的这个点明显写得太高咯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一块空间就会变得很大，有点破坏了我们字体的感觉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稍微把它的赤部往下调一点，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这个突然间留白很大的空间有了一些收缩咯。那回字在书写的时候有哪些书写要留意的方向呢？撇画的部分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那竖画的部分有提醒大家稍微的往右侧一点点移动。接着要写隔壁的回，隔壁的回先下一个竖画，你可以抓撇画第2笔的起点当作是回字的第1笔起点的位置。接着我们再写横折，让折的这个笔画再稍微往下延伸一点，这样子我们笔画的书写上面会更平稳。中间要写一个口，口部的部分我们要均间的处理，让这4个方位的空间都差不多大。接着我们再写一笔横画，把这个回字封起来，但是我们不会刻意把它封死，因为这样子才会有一个笔画的流动空间哦。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射跟指这2个字，射跟指这2个字也都是左侧有竖画配上右侧的横画，所以竖画要拉长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书写一下射这个字。射这个字呢，我们先写一下左侧的士部，那士部的详细书写我们在第44招有做详细的说明，那大家可以点选过去观看。那我们接着要看到右边的土的这个部件，它的横画可以从哪里开始起笔呢？我们可以从点画的这个部分延伸出去做横画的起笔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先下1横的横画，接着呢，竖画从上方往下。好，记得我们的竖不要太长哦，所以到这边就差不多可以结束。接着我们再下横画。好，射字的部分记得拉长左侧的竖画，指字的部分呢也是一样，先写点画，留一点空间之后下横画，接着呢我们再下竖画，再来呢我们再下撇画均间分配，再来这边右侧的笔画要齐平，想象这里有隐形的线不要超过，接着我们要下竖画了，
那书画可以从哪个位置开始下笔呢？起笔的位置我们抓一下，想象这里有一道延伸的线，接着我们从这里下书画。接下来的空间要等距分配，所以大概抓一下位置。横画为上扬，竖画，再下横画。现在 Q&A 时间又到啦，军令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。画面上方的这两个指字，哪一个指字它的中宫比较紧缩呢？所谓的中宫，就是我们把格子分成9个小方格，中间的那一块就叫中宫。你看得出来哪一个字的中宫比较紧缩吗？好咯，我要公布答案了。中宫比较紧缩的是上面这个字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中宫的位置在这个地方，在中间的部分集中了这个字比较多的笔画部分。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字，下面的这个字在中宫的部分反而是松掉了，它的笔画集中在了下半部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笔画稍微往上提高一点，像这个样子，下方留一个空间，把笔画往上推，这样中宫才会紧缩哦。目前为止，我对左有竖，右有横，竖画要写长这样子的概念说明够清楚吗？如果够清楚，请您帮我在下方留言够清楚。如果不清楚，也可以留言不清楚。欢迎你和君令分享你的感觉，频道观众的回馈我们都非常的重视哦。接下来看到画面上方的直字，这两个直字呢，上方的直字它的竖画写得不够长，所以快要跟隔壁的横画齐平了。那下方的直字呢，有拉长竖画，在横画的部分呢，下方就可以出现一个空间。在写这个直字的时候呢，会比较困难，因为呢，本身右侧的部件就稍微比较长，所以呢，我们左侧的部分呢要刻意拉长，那我们右侧的部分呢要稍微压缩一下，让它不要那么的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写一下。首先先写撇画。接着再写竖画，记得刻意的拉长一些。再来，我们再写横画。好，接着撇画写下来之后，我们来抓一下竖画的位置。好，竖画的位置呢，我们会对着这个横画的边界写下来。另外一侧呢，我们也会对着另外一侧横画的边界往下写哦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开始进行竖画。接着要写横折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稍微压缩一下中间横画的空间，等距分配。最后再拉最后一笔的长横画。现在有趣的 Q&A 时间又到喽。画面上方我圈起来两个直字，请大家呢把焦点放在这两个直字的身上。上方的这个直字呢，看起来右侧的笔画很重。下方的这个直字呢，看起来右侧的笔画呢比较没有那么笨拙。聪明的你看出来它们的不同了吗？好咯，我要公布答案了。答案是在笔画的轻重上面，他们做了不同的处理。这个直字，我刚刚示范写的直字，在写笔画的时候，所有的笔画都是一样重。这样子的处理之下，会让整个右侧变得非常的沉重。那我们看一下下方这个直字，这个直字在中间的笔画的部分呢，我放轻了力道，让它在书写的时候线条是比较细的，这样子的直字看起来是不是就舒服多了呢？所以在横画的书写时，我们不一定每个线条都要一样的重，有些笔画我们可以放轻力道，写出来的线条稍微细一点，这样搭配起来呢也会比较好看。像这样把力道放轻，写出来的线条自然也就比较细，这样子呢，很多的横画摆放在一起也不会显得太过呆板。每当有观众留言频道中的影片对他有帮助，或是他喜欢频道中的影片时，君令都觉得好开心。如果你在频道中的影片得到了一些收获，是不是也能留言告诉我，分享给我知道呢？接着我们继续分享姓这个字。姓旁边是一个竖心旁，再加上身。竖心旁的写法可以写对点，也可以写这样子的方式呈现。我们首先来说明对点。对点就是快速的点
然后再点，接着中间写竖画。那如果不写连笔，我们也可以写成点，竖画写完。下面这一点的位置可以选择在这个第一点的旁边的位置落下。好，这样子就是竖心旁的写法咯。那我们来示范姓这个字，我们写对点，然后长长的竖画，接着撇画，横画要抓等距。下笔这一笔竖画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太长，到这边就可以停了。横画再拉过来，在这边自然形成一个空间哦。接着我们要示范怕这个字，怕这个字旁边是一个金，再配上一个白。那我们先来示范金的部分咯，先写一个竖画，再来横折钩，中间的竖画平分这两侧的结构。接着我们再写撇画，它是一个短撇，再配上竖画，然后横折的部分稍微往下拉一点，让它比旁边的竖画来得长。接着横向的笔画均间分布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刚刚撇画下笔的位置在这里，横折的位置大约可以对齐隔壁的这个金部上面的横画哦。那下方记得留有空间，这是怕字的示范。接着我们看为这个字，为这个字呢，旁边是撇画、竖画，之后点画，下面是横画，接着两个点我们可以写成对点。当一个字里面有很多的点画时，我们可以把点画稍微变化一下方向，这样子字体看起来会比较灵活些。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。好，这就是为这个字哦。等一下我们要来写它这个字咯，它这个字是一个人部，再配上一个也，同样是左有竖右有横，横向的笔画叫做竖曲钩，所以我们一样要把竖写长。先写完人部之后，我们来写也咯。也这个字不太好写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把横钩的角度做的斜一点，往上，不要害怕，让它往上斜出。接着呢，我们再写一个竖，然后竖曲钩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要稍微拿捏一下哦。竖曲钩这个竖的部分稍微短一点，然后就往旁边弯出，勾回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自然在下方形成这个空间咯，也可以让我们的字的笔画尽量坐落在中宫的位置。那我示范一下，如果我们写的时候，在竖曲钩的部分不小心把竖曲钩拉得太长了，像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，中宫的部分很空，笔画没有凑紧在这个位置，这样书写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恰当咯。接着我们来写画这个字，画这个字呢是一个人部再加上一个匕首的匕，在匕首的匕的部分呢，它一样是一个竖曲钩横方向的笔画，所以左侧的竖画一样要写长哦。先写撇画，再下竖画，这个时候旁边用撇画处理。接着在齐平的位置，我们下一个竖曲钩，好，可以大概在这个位置写哦。接下来要教大家写杞人忧天的杞，其实这个字不太好处理哟。我们先来看到左手边的木字旁，木字旁该怎么处理呢？首先我们要起笔横画，在这个横画的位置，我要刻意的拉长，所以起笔的位置呢就要往左方移动，这样子笔画才有一个可以伸展的空间。接着写竖画，再写撇画，再写点画，记得这里笔画齐平，不要超过隐形的线。接着我们要看旁边几部的部分了。旁边几部的部分呢，看它的字形会呈现一种三角形状的感觉。没错，这就是几部在书写的时候一个要领，写成像是三角形的样子。那要怎么写成三角形的样子呢？首先我们下横折，这笔画可以略往里面收进来，接着加下横画，然后竖曲钩的位置呢，稍微靠左侧斜弯，
竖去勾，再勾回来，这是写起的要诀哦。那我们来示范书写了。首先写横画，刚刚说过了，横画想要作为一个比较突出拉长的笔画，所以你就不能在一般正常下笔的位置当做起笔的点，要把一般正常下笔的位置再往左侧推进一些，所以这个时候移动你的笔尖到左侧一点，我们拉一个横画，接着我们再写竖画，再写撇，再写点，这边的界限不要超过哦。接着我们要再写横折咯，横折有一个斜度，横画为上扬。接下来的竖去勾，我们要略往左侧靠拢，之后再绕向右侧勾回来。这样的起字字形是不是感觉上就十分的优美呢？每一部影片我们都分享了许多硬笔书写的技巧。如果你正在这条路上努力的学习，建议你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硬笔资料库。方法很简单，按个赞，影片就会收藏在播放列表中咯，可以方便你统整学习。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，如果想要延伸学习，留言栏和资讯栏处有更多的分享哦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